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特别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世界贸易领域，中国已经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欧洲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经济上离不开和中国的联系。中国的不断发展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所以美国一直试图拉拢欧盟等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对抗，意图遏制高速发展的中国，并针对中国企业制定了一系列的制裁条款，阻止中欧经济合作。甚至在美国的怂恿下，耗时7年时间才敲定了中欧投资协定也被欧盟冻结了。美国对欧盟指手画脚的行为引发了众多欧洲企业的不满，最终欧洲商界集体出来反对美国抵制中国了，并强调了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反对美国提出的与中国脱钩的协议。欧盟自主的呼声也在逐渐高涨。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5号报道，欧洲工业圆桌会议成员最近终于坐不住了，呼吁欧盟需要保持外交自主性，不要被美国所指挥，更不要像美国限制中国企业一样拒绝中国企业进入欧洲。ERT 是由60多个跨国公司的负责人组建了一个泛欧洲的贸易组织，在欧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认为，中国目前已经是欧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了，要继续加大力度推进中欧之间的贸易往来。在欧洲企业反对抵制中国和欧盟自主呼声高涨的时刻，德国下任总理热门候选人拉舍特也第一时间出来表态了。据英国著名媒体《金融时报》报道，默克尔最热门的继任者拉舍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将继续默克尔的对华理念，会将中国视为伙伴，不会寻求与中国进行对抗。巧合的是，拉舍特的对华态度正好是在拜登的欧洲之行结束之后表达出来的。这不禁让很多人认为，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逐渐衰弱，至少在德国，目前并不赞同美国提出的对华遏制战略。确实，美国的手伸得也太长了。欧盟是由欧洲众多国家组成的，美国数次对欧盟决议指手画脚，这令欧洲很多国家感到了不满，只不过碍于美国强大的实力没有表现出来罢了。现在美国提出的对华策略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欧洲各国与欧洲商界的利益，他们自然会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拉拢他国遏制中国的计划将难以实施，最终只会导致更多的国家对美国产生不满。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唯一没有被殖民的国家，有着灿烂的文明。埃塞俄比亚比较有名的是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大裂谷，有超过1亿的人口，11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是非洲的一个大国。这个国家由于爆发内战，政府军被俘虏的人数众多，瞬间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据《纽约时报》报道，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在清剿提格雷人武装时遭遇惨败，7500名士兵被俘虏。被俘虏的士兵经过4天步行70多公里到达莫克莱市，随后被带往该市北部的一座监狱。埃塞俄比亚去年11月爆发的内战已经持续了8个月，内战导致当地有30多万人面临饥荒，200多万人无家可归，500万人需要援助。讽刺的是，现任总统阿比艾哈迈德是1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获奖的理由是成功果断解决了与邻国厄立特利亚的边界冲突，解决了国际纠纷，却没能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埃塞俄比亚有80多个民族，族群之间的矛盾很大，几乎每一个族群都有着自己的地盘、派别，甚至是武装。由于各方的利益没有平衡，在阿比艾哈迈德上任后，政党重组，提格雷人不满大权旁落，以提格雷州为基地展开了和政府的对抗。国家因为权力和利益而开始分裂，政府的政策又加剧了矛盾。提格雷州自行选举，矛盾瞬间激化。战争之初，政府军节节胜利，提格雷人选择退出城镇打游击战。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兵力分散，因为没有歼灭提格雷人武装，所以进行了长期围剿。由于围剿的失败，挫伤了士气，提格雷人反攻政府军，政府军接连失守，政府军出现了大面积撤逃，所以有了众多被俘虏的政府军。政府军在提格雷州不得民心，是比被俘虏更大的失败。7500俘虏的场面壮观，相当于一个师，浩浩荡荡地走在街上，士兵情绪低落，街道的民众对政府军发出嘲笑，有激进的市民把愤怒倾泻到了现任总理身上。从阿比艾哈迈德执政起，埃塞俄比亚就爆发了多次暴力事件。埃塞俄比亚内战会影响到索马里、苏丹、南苏丹等国家，难民将会影响非洲其他国家乃至附近地中海国家。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宾大使指出，埃塞俄比亚的内战是家庭矛盾，埃塞俄比亚人民有智慧和能力处理好，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近日就会到达。中国按照联合国人道主义办法为埃塞俄比亚援助了粮食。最近，中印边境局势再度紧张，
印度在中国边境集结20万大军的消息更是满天飞。印度时报、巴斯卡日报等印度知名媒体都在印度国内大肆宣扬了此次增兵消息，并声称这是自1962年以来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这些媒体还透露，此次增派的部队是从印巴边境抽调而来的精锐力量，并配备了装甲兵和轻型山地火炮等装备，意图在中印边境地区形成对解放军的优势。这些报道让印度国内因为疫情打击的士气被提升起来。对于印度此次抽调精锐部队前往中印边境，印度国内一些军事专家却持着非常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印度目前受到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印巴边境所在的克什米尔地区，而不是中印边境。只要印度不主动挑衅，中国一定不会主动出击的。而在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军队随时都可能面临威胁。确实，之前印度方面就有情报显示，一架无人机于6月29号袭击了印巴边境地区一处印度基地，并且安全撤离了。最奇的是，印度方面居然对这架无人机无可奈何。印度专家认为，从印巴边境抽调走部队之后，印巴边境的优势局面将向巴基斯坦方倾斜，这将让印度付出巨大努力得来的优势毁于一旦，并且印度未来或许会面临来自第三方更加严峻的威胁。他们还认为，美军撤离阿富汗以后，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组织将获得胜利。巴基斯坦与塔利班关系紧密，所以未来他们很有可能借助巴基斯坦的帮助进入克什米尔地区，成为印度不得不面对的新敌人。印度将在克什米尔地区腹背受敌。有分析人士指出，莫迪只希望寻求与中国的短暂和平，来应对国内目前困难的抗疫局面，并不是真心实意的与中国寻求合作，所以一直在中印地区不断增兵，东山再起的意图非常明显。莫迪本想抽调印巴边境部队之后，在印巴地区印度稳固防守就行，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美国撤军之后，阿富汗局势风云突变，让莫迪和印度或许会迎来又一强敌。其实，印度只要安心发展自身，不在边境地区制造不安因素，就会啥事都没有。但是，新德里不甘沉寂，在面对克什米尔地区威胁的同时，还要制造中印局势紧张，真以为自己是亚洲第一呢？同时挑衅多个国家，其中还有各方面碾压自己的中国。真不知道莫迪是咋想的。莫迪再这么做下去，可能印度南亚第一的宝座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坐不稳喽。伴随着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一句将和美国共同保台，中国红线问题似乎又开始被引爆了。而随后澳大利亚方面更是爆出了更加危险的想法，这也让外界直呼澳大利亚不仅仅只是做样子，而是真的铁了心甘当美国对华战争的马前卒。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忠实盟友，因此其在对华战略上跟随美国的步伐也并不奇怪。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跟在美国背后的二流海军，何以比美国挑衅得更欢？日前，澳洲人报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必须态度明确，盟国遇袭就反击》的文章。在文章中，澳大利亚前国防副部长迪布表示，美国必须向中国誓言，一旦澳大利亚遭到中国打击，必须予以回击。据文章介绍称，澳大利亚近期频繁在中国内政问题上作妖，其甚至扬言将会出兵直接干涉中国内政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澳大利亚试图突破中国底线的举动，无疑会最大程度地激怒中方。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方将会武力打击澳大利亚，才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但是退一万步说，如果澳大利亚没有做好武力涉台的准备，就不需要担心有被攻击的风险。反过来也说明了澳大利亚如今要求美国立下对华誓言，很有可能已经做好了先美一步出战的准备。之所以需要寻求美国的保护，也是基于中澳之间巨大的军力差。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本土的国防力量十分孱弱，一旦遭受到中国远程导弹的袭击，他们基本毫无还手之力。而在这种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支撑澳大利亚对华战争的点，或许并不仅仅是因为跟随美国的缘故，更是有澳大利亚自身的利益考量在。一直以来，澳大利亚的国防安全都是栖居在别国霸权的庇护之下，这一点也就决定了某种程度上说，澳大利亚比美国更想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因为美国的全球霸权一旦衰落，澳大利亚本土也将会随时陷入危险之中。那么在明白澳大利亚这一先美出战的条件后，拜登会照做吗？很大程度上不会。日前拜登政府首次明确表态支持一个中国，完全了解其敏感性，可见这一言论在向中国示好的同时，也回绝了澳大利亚这一出战条件。因此奉劝澳大利亚安分守己，不然等待他们的将是来自中国沉重的打击。